双鱼座受到水星和火星逆行的影响呢，近期要小心受伤。这里既包括身体真的受伤，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也包括情绪的受伤啊。这个水逆的影响在11月某10天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12月中旬。火星呢，则是整个12月1月都是在逆行状态的。那对于双鱼来说，就是情绪和健康这个时候都是重点。12月呢，其实工作和个人生活你们可以区分开来看。你的好消息是个人生活很丰富多彩，那挑战的地方就是在你的主业工作或者是核心任务上面，现实的一些部分很容易感觉受到限制，被人管着或者是压着，让双鱼不能这样啊，不能那样，有很多的条条框框，或者是很多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领导啊、同事啊、父母啊，也可能是来自于客户啊等等。总之会遇到那种喜欢教育人、说教人，喜欢做主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对象，那确实是有点讨厌的啊，让双鱼感觉到不那么自由。当然，之所以会那么管着，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就是双鱼很可能12月是有重要的项目或者是任务在开启当中，也可能是进行到很关键、很具体、繁琐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身边人就觉得需要帮着把控，需要盯着你们，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了。然后呢，双鱼自己也觉得说自己有责任把它做好，就给自己的一个期望也是比较高的，压力也比较大，就什么事情都要管，事无巨细。因此呢，方方面面来讲就有些敏感。找工作、升学校和考试来说，如果双鱼符合对方要求的资质，又吃苦耐劳、肯听话的话，那么被录用、被录取和通过的概率还是挺高的。但是如果你的能力呀、资历呀、履历呀、背书不过关的话，此时也可能就会被直接刷掉。所以呢，双鱼也可以评估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那虽然工作课业不是太轻松，但是双鱼12月非主业部分或者说社交生活、网络生活还是搞得挺红红火火，可以风生水起一下的啊，也容易有意外的桃花和人气，跟人聊得特别好，可以有这种人际、人脉、资源圈的拓展，也有机会接触到比较上层的人，彼此之间不管年龄、背景、行业差异多大，都有种志趣相投的感觉。合作、合伙以及业务项目运是不错的，可能会在后续打开双鱼的另外一些事业赚财的一些潜力，跟领导也会靠得比较近。那工作读书当中呢，12月双鱼尽量避免自己做决定啊，那很容易出问题，都来找你，或者说被追责，也不要只找领导或者是只找核心成员讨论，要团体尽可能多的人一块开会啊，就拉大家一块去做事、去担责、去出镜，到哪都尽量不要是双鱼自己一个人，这样的一方面你就不容易被盯上了，责任啊或者是你的工作啊就能够分出去一部分。那另外一方面呢，取得实际的工作读书的效果也是更好的，就是人越多这个效果越好。爱情和人际方面呢，有伴侣的双鱼容易在每日的这种衣食住行上面彼此闹意见或者是有一些不和啊，而且要特别注意受到水逆和火逆的影响，你们容易在长辈或者是人前可能就是有这种甩脸子，就当人面可能就吵起来了。不过好的地方是因为有别人在，也容易劝和，或者说你们就是觉得说哎那就算了算了。那单身的双鱼呢，本月有机会被介绍对象，或者是因为工作健康而结识到桃花，以及被人就是撮合啊，其中呢会有可发展的正缘类型，可以留意一下。有的双鱼呢，本月感情关系也容易迈入到下一个新阶段，比如说2人变3人、3人变4人这种，或者是结婚啊、举办婚礼啊、纪念日等等的，能够看到一些祝福欢庆的场景。感情的一些抉择上面呢，也可以多广纳谏言，就大家都说好的，都推你的，那就值得一试。身旁人不认可的，大概率也不是什么好人或者是好的感情。另外呢，12月水逆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沟通口舌、写作、物流运输、交通外出、物品的损坏、遗失、走丢、迷路啊、破财啊、受伤啊、健康等等方面，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所有人的领域。那财运方面呢，有一些连带的好运气啊，比如说因为你是谁的朋友啦、谁的合作方、谁的合伙人，或者说因为你是某某的一个关系户，而顺带的你就能够被请客、被介绍到项目或者被邀请去干嘛的，从而让双鱼获得物质或者实际的一些好处啊，或者是一些资源。那个人自己单独的部分来说就比较正常，或者说受到水逆的一个影响啊，干的不如赚的多，就是活多，但是收入可能没有匹配到位。那美容调整呢，本月是不适合的啊，双鱼也尽量别去换发型啊、换造型啊，可以等到12月末那一周到1月份再说。那祝所有的双鱼座12月平安无事、无灾无痛、谈天说地、广结善缘，好运。水瓶座12月呢，成也人败也人啊。先说好消息，如果你想要出名出圈，在一些团体里面变得更加有影响力和号召力，那么这次水逆和火逆呢是能够帮到这批水瓶的，是能够火一把。但是呢，我不能确保一定是那种好的出名，毕竟行星是在逆行嘛。因此呢，如果你是很在乎名誉口碑的水瓶座，12月也要当心人。可能呢，大家会对你褒贬不一啊，你们此时跟各种人接触打交道的一个频率会变多，或者说机会变多，那也意味着你们就容易中招，比如说被传染啊，或者是招惹到
到人，卷入一些口舌是非，连带责任啊，包括跟这种伴侣、身边人以及路人、网友等等。其实从11月末10天水逆的影响就已经开始了，那12月人带给水瓶座的工作生活的影响就会更明显。工作读书方面呢，水瓶可能会接手他人的工作，或者参与到他人团体的这种项目当中去，也可能有这种团队的切换、人事的变更，或者你本月需要对接不同的人，跟很多人说话沟通，线上线下都有可能啊。那生活当中呢，也蛮容易被朋友、他人需要去帮忙啦、撑场面啊，做一些什么。但是呢，因为12月受到水逆火逆的影响，所以呢，就可能遇到不是那么顺利，或者是碰到不那么好说话、好搞定的对象，也可能是吃力不讨好。所以呢，水瓶要注意甄别，就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事情，它靠不靠谱，它带给自己的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自己会不会被连累。因为水瓶可能你以为你自己被叫去参与这个项目是很荣幸的，但是其实是水瓶你撑起了这个项目，你给这个项目增光添网，带去了亮点、创意、话题，甚至是流量。所以呢，水瓶你才是核心，你很重要，你不去可能他们都有搞不成、搞不好的。所以呢，不要把这个关系啊给它给搞反了。可以说水瓶12月面对的不是职场或者是生活，而是江湖。江湖的规矩和江湖的险恶，你们都需要铭记。工作读书来说呢，这个时候其实蛮适合自学、自己研究钻研，也适合创业啊。一个人就能够代表一个团队的一个感觉。如果读书这个时候找人辅导，包括找教练，可能教自己运动啊，以及跟人合作啊，就指望他人和团队带给自己一些好处，这个时候可能会失望，或者是效果比较一般。也可能你容易遇到那种比较凶的老师啊，有点颐指气使的，其实这个人可能并不适合自己。那12月呢，水瓶在工作当中不要太懂人情世故，不要太看重现实的这种利益回报，只需要更多的去关心就是自己能否在这个当中很好的去展示出来，能否很好的去坚持自己的立场原则就可以了。水瓶座是一定12月有能够被大家注意到的机会的，就你身上的一切在这个时候可能都会被放大，有一点话题中心的感觉，就说什么好像都会带到你。那整体呢，水瓶12月要听自己的话，注意甄别别人的话，勿盲目的听从随大流，多展现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可能会受到别样的一个青睐啊。也就是你越有自己的一个立场风格，反而越能够被人看得起、被尊重、爱惜。那爱情方面呢，单身的水瓶桃花当然是很旺的，因为社交机会变多了嘛。但是呢，本月适合去撒网、去结交、去接触，不适宜确立恋爱关系。那有伴侣的水瓶呢，彼此的一个行程这个时候交集是蛮多的，可能会一起出席什么场合，也比较容易和他人一起啊，也就是除了你们俩还有别人，大家一起讨论啦、吃饭啊、开会啊、聊天啊等等。当然受到水逆影响，也是容易和伴侣意见不合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他人对你们的这个关系有所讨论和非议，也是有可能的。水逆期间呢，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沟通口舌，还有就是写作啊、流程啊、物流运输、交通外出、物品的损坏、遗失、走丢、迷路、破财、受伤、健康等等方面，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的领域。那财运方面呢，水瓶也是容易在身边人的影响下，可能多一些花销，或者不是你花，是你的伴侣啊、你的朋友啊、周围人他花了不少，然后连带到你了。那美容调整呢，其实水瓶算是仅一个12月能够去做一些调整的星座，只是说可能有一点点被引导着，甚至忽悠着去做，效果应该来说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付出，比如说你要连续买很多次去做这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那这个方面注意一点。那祝所有水瓶座12月做自己，有个性，受青睐，出好名。好，摩羯应该近期感觉到水逆的影响蛮大的吧，但是12月你们还是有好消息的啊，就是12月摩羯座呢会有一笔存款，或者你会发现一笔款，也可能是有一笔你觉得花得很值得的一些财出去啊，可是你觉得是值得的。如果是存款的话，那也许是摩羯通过努力攒出来的，也可能是你在这个月会拿到的。这笔款呢会让摩羯比较安心啊，就帮你度过水逆。哪怕你现在有一些工作生活的危机，你觉得熬不下去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那么一笔款可以帮自己度过这个阶段啊，所以还是不错的。不少的摩羯呢12月是可以靠存款去救的啊，要感谢自己平时有存储的好的惯性行为，也可能是以前别人给你一笔款，但是你那时候没有用，现在就派上用场了。或者有的摩羯会在这个时候买自己心心念念已久的一个物件，并且呢摩羯不会是冲动去买的，很可能是评估考量了很久了，这时入的手，摩羯就觉得这笔投入是很对的，自己也很满意。而且你们买的时候可能会有规划，比如说你带一点去买啊，就是总之感觉是一个对的选择。那12月呢，摩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水逆和火逆的影响带来的这种小人运、是非运和意外运，因为这两颗星呢，它现在就逆在你们星盘的小人宫位以及一些意外事件的宫位。此外呢，这次水逆也容易引起摩羯就睡眠不太好，免疫力比较低，肠道啊等等健康受伤方面的问题也要注意。还有呢，需要留意一下这个沟通口舌啦、写作啊、物流运输啊、交通外出啊、物品的损坏、遗失、走丢、迷路、被骗啊、破财啊等等方面，这个是所有人会受到的水逆的影响。也就是说，本月呢，摩羯既有前面说的财的好消息，也要留意因为水逆导致的财莫名其妙流出去，尤其要防止跟他人产生
生的一些借和债的关系，或者受他人影响产生这种背锅啊，或者是还债有一些财方面的损失的事情，以及呢你们跟这种一类的机构啊也容易靠得比较近，如果去到类似的场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个时候比较容易被传染或者是被负能量的一个影响啊。12月摩羯跟这种神秘学、玄学、心理学、身心灵、宗教、慈善、公益等等也是比较有缘分去接触靠近的。工作读书方面呢，12月摩羯不适宜开启新的计划，因为你会感觉如果这个时候去推新的东西，推起来进度会很慢，经常是需要等待，可能是实际条件尚未成熟，也可能是环境周遭这个时候并不是很给力支持的氛围。那摩羯此时更适合原地踏步，没想到原地踏步有一天也会成为一个好词吧。对于12月的摩羯来说呢，能够原地踏步其实就是一种幸运，人生不是所有时候都应该往前冲的，你们这个时候适合去深化你目前手头已经在做的工作，能够尽快收尾的尽快扫个尾，能够夯实更深的就可以深挖一下，等到下旬水逆结束，太阳22日进入到你们的星座摩羯座以后，再着手去启动一些新的行动或者是新的方案会更好。那爱情和人际方面的摩羯12月容易找不到人啊，或者是找错人，也可能是别人找不到你啊。桃花是有这种隐藏性或者隐情，或者是某种危机性在啊，或者是就是寡淡，就是没有。那如果原本没对象的摩羯，本月行运看呢也不是太建议你着急脱单。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摩羯切不可啊，你没有跟对方确立关系，就和对方发生一些过度的肢体接触或者是财务往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自我的一个能量的保护。那有伴侣的摩羯呢，本月也是感情相对来说略差，有一些不省心的，有的会有这种秘密的曝光啊，过去的事情又找回来这种，还有一些三方的一些能量啊。那应对上面来讲呢，比较好的方法是保持这种情绪的稳定、包容，同时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就是避免打击报复、不理智的这种行为。美容调整方面，12月是非常不适合的啊，可以多让自己保持素颜，或者是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以及使用植物、花卉等等这种偏自然类的这种产品，皮肤和身材呢就会变得更好，不需要通过这种高科技的一些手段去调整啊。那祝所有的摩羯座12月守住财务，固守成规，不求创新，稳定己安，好运了。射手座这次水逆不错啊，这个不错不是说射手遇到的都会是一些好的事情，相反你们可能遇到变化挺多的，但是这个不错指的是射手能够通过这次水逆去对自我有一个反思，哪怕遇到不好的事，也其实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未来其实是有一种警醒或者是提醒的。比如射手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体重、外形，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些走向和定位，对自己整个的人生开始有从前不一样的一些看法和态度，你可能会想要变样，想要换一种更新鲜的、更不同的一种活法，有新的追求和兴趣。那如果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的朋友，此时看到射手座，肯定也会感觉你们谈论的东西、关心的领域、看人待物的一些视角跟以前的你有很大的不同。你们2025年从此刻起是正式启动了，所以很多的射手也容易在11月末10天到12月有工作、感情、生活、课业等等方面比较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离职啊、辞职啊、换业务啊、换人事啊、出差啊、旅游啊、分手啊、有新的桃花啊、减重啊、换发型啊、学新东西啊等等这种。但是它不是带着一种悲伤，而是带着往其他地方飞的一种可能性而离开的，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那我说过火象星座包括射手在内，25年都是有一种我想要怎样就怎样的一种渴望啊，那种自由感。那12月其实就是射手适合去好好想一想自己想要达成自己的目标心愿，更好的路径方法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工作读书方面的射手在做事的同时，需要想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干这个、学这个，我所做所学的一些东西能否支持到我想要的生活，也就是能否变现支撑你的生活的一些支出，要先落地再起飞。很多的射手呢，可能都会在想此时去充实自己，去学东西啊，去考东西。但是从行星移动的位置来看，你们一定要去选择变现性更强的内容，不要太理想主义啊。如果长期处在待业状态，或者是你此时在考虑读书深造的一些射手，那么有一些比如说副业的一些工作，或者是在职可读的一些书可以优先考虑。爱情和人际方面呢，射手12月这种同学运、朋友运、兄弟姐妹运、同僚运是很旺的啊。邻近的人是射手的一些贵人，或者说能够给你们带来好处和温暖的人，也有机会结识到新的朋友，探索到新的圈子、新的人脉啊，也有异地异国桃花和恋情的迹象。部分的射手可能会对应到这个。那有伴侣的射手呢，虽然水逆，但是彼此好的地方是话能够说开，哪怕是吵架，也是在吵很有意义的架啊，就是大家都长嘴了，这个时间不会说吵了半天没有表达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呢，其实有效沟通的频率反而是变高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射手此时气势容易过旺啊，发火的时候可能另一半啊，或者说家人啊，都有点吓着了，或者是你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独断专行的、霸道任性的，稍微控制一下这一点就可以了。当然啊，水逆期间所有人都需要去注意的沟通口舌啊、写作啊，还有一些物流运输啊、交通外出啊、物品的损坏、遗失、走丢、迷路、破财、受伤、健康等等方面，射手也是要留心的啊，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的领域。美容调整呢，水逆期间
间是不适合的，过了再说。那要祝所有的射手座12月改头换尾，耳目一新，渴望生活，跃然纸上，好运了。天蝎座12月可以告假啊！你们的守护星火星12月7日开始在事业宫逆行了，加上之前11月末水星也已经在逆行，所以呢，天蝎12月在工作、健康以及长辈、领导、客户关系等等方面，多少都压力相对比较大。我之前讲过，天蝎这个冬天如果熬住的话啊，用你的努力和实力去匹配你事业世俗的一些野心，那么好的天蝎后面2-3年会很好。那12月呢，显然就是天蝎适合守住的月份，也就是说，假如你12月没什么新的一些事情发生，一切都是如常照旧的话，那就是你12月的好运，就值得鼓掌了。工作读书当中呢，天蝎12月不易冒进或者是一曝十寒，你需要去维持住在领导啊、老师啊、家长啊、客户等等重要人士心中的能力、形象和分量。也就是说，原来你做的挺好的一些事情，要注意12月不可松懈，依然是要保持优异。受水逆和火逆的影响呢，天蝎12月工作读书的状态容易一阵一阵的，一会儿自信心很高，一会儿自信心又比较低，有点起伏不定。那这种情况下，天蝎你就要用你们擅长的一个毅力去支撑，做到每日事每日毕。刚说了，有的天蝎在火逆和水逆的影响下，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不那么在领导长辈那边吃得开，对方可能没有那么信赖喜欢自己了，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怀疑啊，甚至和对方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那这个时候能够救你们的还是你执着认真的一个工作态度，就只要你把你该做的一些活做好了，问题就不会很大。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累的天蝎，或者说你真的觉得应付不了这些关系的天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请假回家休息几天，休年假，这也是一种你们可以在水逆期间去转换自己在工作当中在领导面前的一种状态的好方法，不妨试试看。就算你没有办法休整假了，天蝎也可以让自己浮生偷得半日闲，就劳逸结合，12月你们有这个运。当然水逆期间所有人都需要去注意的沟通口舌啦、写作啊、流程啊、物流运输啊、交通外出啊、物品的损坏、遗失走失啊、迷路啊、破财啊、受伤啊、健康等等方面，天蝎自然也是要留心的，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的领域。爱情和人际方面呢，家人尤其是原生家庭的家人，还有闺蜜等等自己人是天蝎的贵人。感情来说呢，天蝎12月很容易吃醋啊，不安感会很重，可能会不断的去寻求证据去证明对方爱自己或者是不爱自己啊，也要注意一下和双方的父母长辈之间的一个互动。有的天蝎容易感觉到好像平衡不了这几者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时候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拉开距离，疏远一点相处，关系比较能够和缓。单身的天蝎呢，容易此时跟人去试探啊，有很多的探索和观察，但未必会突破内层纸，甚至都未必会跟别人爱个妹啊。有的天蝎也容易本月心思都在工作上，根本没有机会去跟别人聊，也可能因为你遇到的对象他已经有伴侣了，或者说他就不是你的菜，桃花更多呢是在原本就认识或者起码你知道的人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打转的啊。经济收入方面呢，也是12月天蝎关心所在，你们容易思考梳理跟财务啊、理财有关的事情，也可能会投入项目当中啊，或者是学相关的一些知识，跟人聊到收入啊、经济这方面，这种思维方面的一种觉醒呢，也会让天蝎感觉自己需要加倍努力的去赚财，为自己为所爱的人去搏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会让你们更加有动力啊，还是不错的。水逆影响到物质的损失，或者是你感觉有些东西买亏了，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那美容调整的12月整体是不适合的，1月份才是天蝎适合去调整的时间。那祝所有的天蝎座12月平稳向前，稳定发展，惬意得闲，再接再厉，好运。天秤12月也是外出运、社交活动运以及表演运、子女桃花运很旺，那正好呢赶上了火逆和水逆，所以除了这些方面的活动它会变得频繁、变得红火，或者是话题度比较高以外，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容易在上述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和困扰，比如说你近期的这个行程很赶，每天都匆匆忙忙来不及，或者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也可能会遇到这种堵车啦、航班的延误啦，还有这种快递丢了呀，跟这种交通啊、车子啊、行程啊、物流啊、电子产品有关的一些事情，还有跟沟通有关的事，比如说遇到吵架，或者是天秤自己跟别人说话有些不顺不舒服，以及就是跟一些规则有关，可能让天秤恼火，也可能是别人觉得天秤你很不按照规矩来。水逆呢是从11月26日正式开始了，但是水逆的影响在11月末10天就已经存在了。那火星呢是12月7日开始逆行，火逆的影响呢是从12月初开始。简单来说呢，整个12月人际关系以及团体规则仍然是跟11月一样，是天秤需要重点留意的一些点。当然健康也是啊，毕竟水逆都容易体质变得敏感，但是天秤基本这次都是小毛病，比如说感冒啦、支气管啊、手脚一些小伤等等这种。你们在健康方面呢，其实不是水逆的重灾星座，你们更多的水逆影响是体现在交通啊，像这种人际关系等等其他水逆的方面啊。因
因为你们12月至少会有一个方面就是很亮眼、很突出，或者是你非常高调啊。就算你说，哎，我一直好像都是这样的，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啊，就是会觉得说你们比以前还爱炫、还爱表现，或者说你比以前好像更厉害了，就会有人看你们不爽，就说你们一些小话。而且很逗的是，因为星体位置的一个缘故啊，这些话都会传到天秤的耳朵里面，就是说他不是背地里说说就好了，你们是会知道的。那知道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些矛盾嘛，就会有一些心结，或者说话这种传来传去的那种。因此呢，12月天秤工作生活里面好消息是你容易有这种可以好好表现自己的机会，比如面试啊、比赛啊、演出啊，一般你都能够发挥得很出色，或者是天秤可以展示自己的一些方案啊、项目啊、成品。那挑战的地方或者说困难点呢，也就是在于说你们太出色了，所以呢，在团体活动、团体工作，还有一些笔试方面，这些就相对就弱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任务啊是以个人为主的，那这批天秤呢，可以在12月让人感觉很优异啊，艳压各方，很有个人的风格特点，有你自己的一些时尚感，大家都夸你好漂亮啊、好棒啊，是不太能够被别人超越的。但是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涉及到跟他人的对接、交接，或者是多人的合作参与，或者是需要天秤去匹配某一些岗位啊、某一些职责啊，也可能涉及到这种笔头文字类的一些东西，像这种的天秤就容易因为水逆和火逆而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甚至容易有一些人际是非啊。比如说明明你表现的是很好的，大家也都很认可，但是后面呢就是没有录用你，可能这个原因恰恰就是出在你过度好了，你跟别人太不一样了，他人可能就会担心天秤你是否能够很好的融入团体里面，或者是天秤你自己也不是太愿意去当一个配角，所以呢一碰到团体这种天秤的待遇各方面就会差别比较大，这点需要注意啊。那如果你是本月有这种面试、面谈，或者说你很想加入到某一个集体活动的天秤，那就需要表现出我虽然是很强很不同的，但是如果需要我配合，我也是可以融入的很好的。那这样的话会让这批天秤呢工作生活更顺利一些。如果没有太重要的团体活动的天秤，那12月呢可以重心放在自己个人的吃喝玩乐，还有一些休闲活动上，就你怎么开心怎么来。集体活动和社交呢，你就不要期望太高或者是太强求，反而呢你能开心些度过这次水逆。读书方面呢，这次水逆对于天秤很好的影响是能够让你们重拾一些旧的知识、旧的兴趣，可能会把这件书翻出来看看啊，或者又会学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在答题和学知方面呢，12月天秤都应该更大胆、冒险、创新一些，你们此时就很有可能会学了就能用上，或者是学了就跟别人讲，这会促使天秤进步可以更快，可以试着去颠覆过去的自己啊，过去的一些学知的模式和体系。那财运方面呢，本月容易在这种交通啊、差旅啊、车子啊、电子产品啊、手续费啊、流程费啊、物流费啊等等方面花财，以及呢因为某一些优惠之类的东西而买入不必要的东西啊，要警惕这种消费陷阱。爱情来看呢，天秤本月的桃花运、人际运是非常旺的，既有机会跟这种老同学啊、老邻居啊、朋友啊、兄弟姐妹叙旧，也有机会和这种新人啊、网友啊、陌生人去聊，很吃得开啊。虽然不适合确立关系啊，但是可以享受当下这种比较浪漫、轻松的一些氛围，也是相当不错的。有子女的天秤的孩子可能也是这个月有一些喜事，或者是很给你们长脸啊，甚至给你们带来这种幸运啊，或者让你们挺开心的。那美容调整呢，整个月其实都不是很适合啊，等一等会更好。那祝所有的天秤座12月人生海海不过尔，活出本色，不负我心，好运。守护星水星逆行呢，所以仙女座的12月都不会太好受、太轻松，这种感觉11月末10天可能有的仙女座就有了。那这次水逆特别的地方是，同时火星在12月7日也开始逆行了，水火这样一夹击啊，就很容易导致水深火热、水火不容，特别是在水星有关的领域，比如沟通、犯口舌，仙女座这个时候蛮容易跟人有误会或者是感觉委屈的。还有就是工作上出错啊、犯小人啊这种乌龙的事件，以及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自己和身边人的这种也要注意。还有就是交通外出啊、物流快递啊，家里面有东西损坏需要维修啊，尤其是电子类的一些产品，以及破财啊、丢失啊、走失啊等等。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12月过得好一点呢？仙女座减弱水逆负影响的方法有2个，但是针对的是不同情况的仙女座，请大家认真听，酌情的去进行对应啊。一种情况呢是针对你现在已经被搞得没有什么正事可做可忙，或者是日耗拖延严重的仙女座，那12月水逆减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找事做。这一批仙女座的12月越躺，你感觉运会越差，越没有希望，或者是你的身体越躺越没有力气。所以哪怕有的仙女座这个时候是没工作的，或者刚刚失恋，处在空档空窗期，你也务必要让自己爬起来，给自己制定每日的计划表，不能够让自己颓废下去。这个计划表呢，会让你们不那么精神消耗，不然的话12月你就容易陷入到一种低落啊、失望甚至是自卑的情绪里面。那另一种方法呢，则是针对你的生活已经被其他人、被外界的环境所包围，搞得焦头烂额了，生活里面有一堆烂摊子等着人处理，可能你正在被家里的或者是房子相关的事情
感觉到很烦，或者是自己人惹了一些麻烦，或者是公司工作的事情，也可能是健康的事情等等，让你很损耗。那这批仙女座12月水逆减退的方法就是跟前一类仙女座是截然相反的，你们反而是要认清局势，别没事找事，需要让自己麻木不仁一点，12月你才会感觉好过一些，让自己像一个无情的机器那样去应对工作、生活、情感、健康等等方面的动荡。不要周遭移动，你也跟着起起伏伏不淡定啊！不要瞎忙瞎想，做不到事情呢就别拦别承诺。水逆的影响呢就20来天，那火逆影响是2个月，所以影响其实它不是很长久，熬一熬这个阶段就过去了。因此呢，你要是感觉真的被逼得无力回天了，没有路了，那这批仙女座呢，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积累知识，认真生活。其他的人事呢，你就让子弹飞一会儿，甚至让对方自作自受一会儿，不要大包大揽，想着一下子去处理，因为你真的管不过来，你又不是超人。简言之呢，仙女座不论工作、财务、感情，12月都先顾好自己，把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维稳维护住，对周遭的责任意识或者是情感的投入别太重，也就是不要太受周围的影响。对于周遭的事情你可以去管，但是你不要超负荷去管，要有一个度。如果因为别人已经严重影响了仙女座自己的情绪、健康、正常的工作生活，那就说明有问题。那仙女座你就要先把自己给拉回来，顾好自己，懂了吗？不要因为任何人感觉自己好像过不下去的那种状态。那要祝所有的仙女座12月先呵护自己，再关爱他人，光明终将冲破暂且的黑暗，好运啦！狮子座12月在水逆的影响下，爱情、子女方面比较容易逆啊，比如说前任又开始联络了，或者是你把现任变成了前任，还有呢，想要宝宝的在这个月可以试一试，也许会有意外的中，或者之前调理身体准备怀，现在呢又开始研究准备起来了。那有的狮子呢也有机会跟这种偶像啊、明星啊、名人靠得比较近，比如说去看演唱会啦，追他的综艺啊，也可能会出入一些活动啊、聚会啊、party 的场合，就是往人多、五光十色的一些地方去钻。如果你自己是目前的这种演艺人员，或者说做目前工作的，那可能就会被大家看到，可能会有什么作品啊、节目啊要发布。整体12月呢是狮子座有一些放纵的月份啊，所以财出去的也有点多，容易买，或者是请客吃饭、吃喝玩乐等等的。那工作读书方面呢，狮子有机会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是在某些场合呢去登台上榜，可以去炫啊，比如说你去讲个话啦，或者是你的作品很受欢迎啊，也可能是被谁夸了等等。狮子座本月的一个贵人运啊、客户运都是不错的，职场魅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有的狮子能够登上宝座拿奖，或者是被推到更好的位置，甚至是 C 位这种。当然呢，12月还有水逆和火逆的影响，所以呢，也不是说每一个狮子都是受欢迎的，可能也会招黑啦、招恶评啊、树大招风嘛。或者呢，你没有想要曝光恋情，或者是被人讨论自己的事情，但是却被大家知道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以及要在沟通口舌啊、写作啊、流程啊、物流运输啊、交通外出啊、物品的损坏啊、遗失啊、走丢迷路啊、受伤啊、健康等等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的领域。健康尤其是发炎啊、上火啦、外伤啊、心脏啊、眼睛啊、脊背啊等等的。那水星呢要在16日恢复顺行，因此几乎12月的前20天都要小心事业上述的一些方面啊。另外呢，在工作课业方面稍微提个醒，是要注意一下，避免追求表面的这种好看，而缺少在实际需要付出的方面努力，也就是避免华而不实。因为看到后面1月、2月呢，会有一些类似于考验或者是考核的存在，所以要是不扎实努力的话，到时候可能就无法过关。你是做什么的，从事什么的，你就要在这个领域至少是显得专业，而不是只是追求漂亮或者是人气高、有运气、盲目追求机会等等，这样呢就容易被人说成是花瓶啊。狮子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方面，对接下来的工作读书发展会更有利。爱情和人际方面呢，单身的狮子本月桃花很旺，除了前任以外，也有机会跟新人发展告白或者是被告白。12月到1月脱单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当然你也要出门去见人啊，躲在家里再好的桃花运也是无意义的。有伴侣的狮子座的本月有一种情况前面提过了啊，就孩子或者是前感情的话题容易是焦点。好的地方是两个人可能会有挺多娱乐活动或者是约会浪漫的安排的。需要注意的是，双方此时呢起码有一方可能会比较强势、主观、任性，可以说不是非常的理性啊，所以沟通互动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急、脾气大。同时呢，本月的肢体接触会变多，可能是那种好的方面的变多，有的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沟通当中这种拉扯啦，甚至是暴力的情况，尽量不话赶话去刺激彼此啊，要保持一种理智。那要祝所有的狮子座12月心有所向便勇往直前，想要何物就即刻追求，坦坦荡荡尽情奔赴，好运啦！
11月末水逆到来，12月7日火星逆行，对巨蟹来说呢，12月需要注意财务和身体健康，防破财，防生病。受水逆的影响呢，巨蟹从11月末10天起啊，工作生活就容易进入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时期，比如说需要长期作战啊，去熬着有堆积如山的任务，或者是家务啊、家事啊等等。无论如何呢，巨蟹12月想胖都不是太容易啊，因为太累太辛苦了，可能需要照顾自己的健康，或者是照料别人的一些健康啊、情绪啊等等。那财务方面呢，刚说了财消耗是比较大的，但同时12月7日金星换座之后，巨蟹的偏财运是走旺的，所以也有一种情况是，虽然巨蟹有财的一个消耗，但是从别人那边从别的地方捞到的财却是更大的，相当于投小饵钓大鱼，这就不是破财了，而是一种投某资的行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有的巨蟹可能会买了保某险，这种看似你好像花出去，但是它其实是有回报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巨蟹会拿着别人给的财去花，那巨蟹呢就看自己是对应这几种当中的哪一种。总之你们的物欲财欲在12月会显得比较强烈。12月巨蟹在投某资方面的运气确实是不错的啊，除了在刚刚讲的金融理财经济方面以外呢，有的巨蟹也会投某资在自己的健康方面，这也是一种体现，比如说做了一个术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这也是很好的。但是呢，美容调整是不建议的啊，虽然巨蟹有的应该会很想要去弄，但是呢，火星和水星的逆行的位置是不太利于你们这个时候调整自己的外形的，所以安兵不动会更好。减重呢也尽量按照常规的，比如说健身餐啊，或者是吃分饱啊等等去执行，效果会更好，更有利于巨蟹的健康。工作读书方面，12月有一点按部就班，需要老老实实日复一日的把每日该完成的任务完成，既不需要再额外要求自己啊，那样会把自己逼疯的，悠着一点啊巨蟹，但也不要给自己减量，因为基本你定下来的或者是被分派到的工作呢，也是巨蟹这个时候能够胜任完成的，它有一定的挑战，但是巨蟹你可以，而且呢做得好，这也会是你的一个业务能力啊、专业水平啊、职业素养的一种体现啊，能够帮你赢得一些暗中的好口碑，或者是他人的一种青睐。等到12月末的10天到1月份水逆结束之后，可能就会有人说起巨蟹的一个敬业，或者说给到你们一些认可。所以呢，12月巨蟹的辛苦努力都不白费，因为金星的位置足够好，你们就不容易吃亏啊。当下就算没有好处的一个体现，后面也会有。同样，如果这个时候不努力，那后面也会显现出来。另外，水逆也容易把巨蟹过去的工作啊、同事给逆回来，所以呢，找工作没有头绪的话，可以试试以前做过的工作，或者是让前同事去介绍介绍啊。当然，水逆期间需要注意的沟通交流啊，这种口舌，还有物流运输啊、交通外出啊、物品损坏啊、遗失啊、走丢啊、迷路啊、合同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巨蟹也自然是需要当心的。职场呢，跟人沟通不要太较真，遇到较真的人呢，也别跟着上头。爱情和人际也是同样如此啊，也要避免上头。巨蟹12月容易跟人搞个暧个昧啊，交流个眼神啊，有意无意的这种肢体接触啊等等，对方或者是自己主动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巨蟹刚好有正在接触的对象，那么适当的增加一些肢体的接触，能够增加两个人确立关系的一个几率啊。那有伴侣的巨蟹当然是要挡一挡桃花了。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关系当中占有欲是比较重的，容易控制，感觉到不安全啊、不对等啊。不过是可以通过床头找、床尾和的一种方式去调节关系。在12月下旬的整体沟通各方面会随着水逆的结束逐渐好转。那要祝所有的巨蟹12月释放压力，安然无恙。双子座12月换工作、换岗、调岗、跨界转型、更换城市、更换未来方向的运势很旺的，你们可能会琢磨新的出路，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人际关系在考虑，包括在事业当中或者是感情当中。所以呢，双子12月桃花呢，它是新人或者是刚认识不久的人的概率比较大。有伴侣的双子呢，双方的关系也相对容易受到他人的这种打扰啊，或者是参与当中。当然也可能是你去参与到别人的感情里面，比如说双子去劝架啦，去帮忙吵架，或者说你参与别人的一些婚礼啊等等之类的。总之呢，因为水逆了嘛，11月26日双子的这颗守护星水星就开始逆行了，所以11月末这10天开始到12月，双子可能就容易有这种口舌啊、吵架啊、冲突啊等等跟这种人际对话、沟通、写作、交通运输、健康等等方面的一些困扰。那这个水星会在12月16日恢复顺行，也就是说双子12月下旬的沟通表达会比上旬要顺畅。读书考试背诵的记忆力呢，也是下旬的运更好，也有缘分跟这种书籍啊、哲学、心理学、人生成长等等方面靠得比较近，智慧会有这种开启，或者说你会变得豁达通透。工作学知来说呢，12月好的地方是新鲜刺激的地方比较多啊，可能会接触或者是学到没怎么了解过的一些人事物啊，就相对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那挑战的地方就是双子，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所有准备的临时可能用不上，总有超出你计划外的状况，或者有些人就不按照你的方式来，有的也会遇到人事的变更就换人了啊。那你因为你没有提前准备，所以呢你就会有些头疼和措手不及，因为需要临场发挥，也可能会遇到那种反水啊、变
变卦的一些情况，那这就需要双子开启智慧的小脑袋，多用一些技巧去应对。总之呢，这个月是挺需要双子察言观色，去考验你们情商的一个时间，也可以说就是你要学会干活。这时懂得参透人际关系或者领悟到一些知识考题背后的一些真谛和考试的逻辑呢，比卖力干活、卖力答题本身对双子要更重要。爱情和人际方面，双子12月适合亲远疏近，意思是一些近距离的关系要离得远一点，比如说朋友、同学、兄弟姐妹、伴侣，或者说爱哥妹的对象啊，这种要保持一定距离，可能会让双子更舒心一些，也许也会对应到他们容易给双子带来一些麻烦。那受水逆影响的双子也比较容易在11月下旬到12月感情面临一种分手或者是关系的生变，而相对远一点的关系或者是非现实当中的关系，偏精神层面的关系，反而双子这个时候可以放心一点，靠近一点去接触聊天，无需有负担。单身的话呢，12月其实比较难以专心在一段关系当中，容易挑剔或者是感觉到不是太满足，不太能够去确立稳定的关系。同时呢，因为双子12月外出运很旺，所以你们出去也是比较容易结交人的。那另外这个时候外出啊，交通方面也要注意。财运方面呢，双子容易在车子、电子产品类方面有花销。如果有想要买车、买电子产品想法的双子的12月不是一个好时机，毕竟此时水逆火逆容易破财，可以等到明年开春火星恢复顺行之后再行动会更有利。美容健康方面呢，健康本身就是水逆期间需要注意的重点嘛。那双子尤其要注意一下呼吸道、支气管、肺这种发炎上火，还有这种内分泌冒痘痘啊这种，还有肌肉骨骼的这种酸疼，比如说腰背的疼、手脚的外伤等等。那美容调整呢，整个月肯定都是不适合的，等过了水逆火逆再说会更好。那就祝所有的双子座12月摆脱纷扰，虽置身尘世，但超然物外，好运啦！金牛12月呢是延续上个月下旬起的状态，或者是一些事情会在12月持续啊。这个在上个月的月运我也讲过。那这就代表呢，基本12月你们不会太开始什么新的计划，也开始不了，因为现在手头之前的各种事情已经够你们忙活的了。有的金牛呢也会进入到有一点点冬眠的状态，就是感觉自己效率啊、速度啊开始放缓，像进入到这种待机的状态，也可能是很想睡觉，觉得很容易犯困，或者是很容易被周围人击到，就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打扰自己，这就是行运的影响。那进入12月呢，我总结一下金牛的月度重点就是维持和清扫，你们基本在这个月就是要救急、灭火、收尾、扛责、还债哈。这个不一定只真的财啊，而是说你欠下的所有的东西，12月它都有一种找回来要你去偿还的感觉，或者呢，金牛会处在一种调理、调整自己的内在身心整体的状态的一种步调当中，之前消耗的一些身体和精神呢，这个时候也是要还的。因此金牛12月如果你想要去偿还或者是赶工的话啊，这个月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补救机会。那12月金牛除了跟一类体系会有所接触以外，跟这种金融啊、财务体系也比较有机会去接触到。工作、读书、生活、感情当中呢，金牛的状态比较两极啊，你会发现要么你就全当看不见、听不见，就不管，让自己麻木不仁，那你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 OK。但是如果你一旦开始管，一旦开始去理会、去做事情，你就会整个12月停不下来，你会发现太多东西要顾了，就这也要弄，那也要弄，也很容易有这种情绪发脾气的一个情况，因为会感觉到不公平、不对等，别人不理解自己。这个情况其实从11月的末10天差不多就开始了啊，特别要注意和家人啦、团队啊，以及原来就打过交道的这种客户、合作方等等人的一个互动，可能会有冲突。受到水逆的影响呢，金牛也要非常当心这种是非啊，可能会存在某种勾心斗角啦、算计啦，对于财务、合同、各种记录等等这种进出啊，要多留一个心眼会更好。本月呢，金牛特别容易跟这种老旧故以及土地建筑搭上边，比如说需要去面对搁置许久未处理的一些老问题啊，还有这种老乡、老同学、老熟人、老客户、老情人的一些互动联络还有家里的这种父母老人，可能这个时候需要自己的照顾关怀，以及房屋有关的故居啊、故乡啊等等。简单来说，这不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一个月份，而是回顾往昔的月份。这也意味着呢，金牛不适合在12月做工作生活当中跟未来相关的决策和计划，比如说换工作啊、辞职啊等等，这个都不是很建议。可以等到1月份，你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未来在哪里，想去哪里。12月受水逆和火逆的影响呢，金牛以明哲保身，易折服。有的金牛可能也会容易焦虑内耗啊，但是不用太着急，因为你们的运这个时候就是欲速则不达。那一切呢都会在12月末那一周，也就是水星恢复顺行1周之后，金牛的工作生活状态开始有新的变化。1月份呢会有更明显的一个改变。不少的金牛呢应该都会在年底那一周写新年计划，或者是做一些假期安排，计划旅个游、度个假什么的。行运看的也是很鼓励你们这样去做的。另外呢，12月也要注意隐私、秘密、过错被揪出来，或者是翻旧账的情况啊。感情和人际方面是金牛这个月需要注意的重点。前面提到的一些容易犯小人啊、口舌是非啊，这里要注意。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受到质疑，或者是你去质疑别人。那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呢，就是你这个时候要揽下责任，以付出更多、做得更好的方式去回击他们。就你对我不满意，那我就做得更好，这样呢就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或者说这样做公平正义才会回到金牛这里，也能够获得让伴侣啊、家人啊等等
人的这种理解和回馈支持啊，只是说它需要一个过程，就是金牛12月你要先给出去，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回流的过程，就回向到你这边。只不过呢，这个来回它有一定的一个周期，因此呢，金牛你需要有更多的耐心，需要有这种筹谋的态度，不管是在工作人际还是在伴侣家庭人际里面啊，都是需要去注意这个点。那桃花呢，12月容易在原本的关系里面打转，比如说刚提到的旧人、熟人，就算有新的桃花，桃花质量也不是很高啊。12月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事业、读书上面，其实对金牛更好。或者说你多去单位、多出门、少宅家，也能够提升金牛的运气。财运和美容减重来看呢，12月都略显不按牌理出牌啊，一有冲动，带有强烈情感的这种花销或者是进食，比如说为了家人、为了整个团队、为了店铺、房屋等等，你的荷包就大放血了。或者是你的一个减脂方式是3餐少1餐啊，这种它不会是一种很常规的那种餐减脂餐的这种控制体重的方式。金牛会主打一个就是你认为该花该吃的啊，12月一定不会亏待自己、亏待身边人，但是你会在别的地方节省或者是控制自己，也可能会有比较大笔的一个金额的这种进出。同时呢，受水逆影响，金牛12月会因为某种原因停下来去检视自己的身心健康或者是财务情况，比如说做检查、控制指标等等，是挺需要对自己更负责任一点的时间。管住自己和不管住自己，12月结果会相差挺大的，包括对于财务的管理，在这个时候对你们也有所考验。那就祝所有的金牛座12月沉着冷静，不厌其烦，厚积薄发，花逢时就发。好运白羊座12月出走频率很高，比如说去外地或者频繁的要跟异地去联络，去处理一些异地海外相关的事情，以及外形啊、造型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出现变化和调整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伴随着水星在11月26日，火星在12月7日先后逆行在你们星盘的火象宫位呢，白羊革新求变的一个渴望会在12月异常的强烈，所以呢，你们常会有一些突发奇想或者是临时的行程、临时起意的一些事情。这对于工作读书就需要警惕一下，它可能会影响你的进度，因为白羊很容易因为突然的念头而改变原有的一些计划，导致比如说工作的安排一变再变。那这个突然念头可能是你自己灵光乍现，这个时候特别想要去做一个什么事儿，也可能是因为被别人打乱了节奏，比如说别人喊白羊去玩，那白羊就去了，晚上回来呢发现工作或者是作业还留了一堆。可以说12月的一个玩心有些重，或者说外界的一些影响也是比较多的。但我同时看到蛮多的白羊12月其实是有比较客观存在的课业啊、学之类的这种任务的，比如说考试啊、读书啊、开会啊、研讨啊、上课啊、教育啊、培训啊、文化啊、政治啊等等跟这种有关的，可能是你自己的需要，你自己给自己报了个课啊，或者是买了个书啊，也可能是你要陪孩子陪别人来学。总之按照道理来说，你是要有类似的安排，可是受到水逆和火逆的影响，你们12月上旬会学的不太成体系。那好的地方是你这个时候脑子开始变得比较清楚了，因为海王星8日就恢复顺行了，也就是说你的脑子不再是一团浆糊了，会舍弃掉一些幻想，开始付诸很多实际的行动和努力。不过呢，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出来，白羊可能你们是有一些进步，但是还没有那么快能够彻底摸着门道和规律，无论是在工作、感情还是读书方面。就这个事儿，可能我做了啊，课我也听了，它虽然是进步了，但是好像又没有达到那种很理想化的一个地步。可是呢，不用着急，什么时间能够达到比较理想化的一个阶段性结果和成果呢？在12月下旬到1月份，所以其实整体来看也是蛮快的。在那个时间，白羊在工作、读书、减重啊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目标呢，都会有一套自己比较适用的一个方法。这套方法可能在别人身上不一定适合，但是对你来说，是你既可以坚持下去，又可以看到一些满意的一个成果的一个方法。所以呢，11月末、12月初，有的白羊可能在自己的一些热情方面啊、创意方面、创作方面啊，容易有一些反反复复或者有减退的一个力量。你要知道是水逆的影响，不必太苛责自己，等下旬就会好很多。那这也意味着找工作啦、辞职啊、跳槽，更多的一个概率是在下旬或者是1月份发生，或者说那个时候机遇会更好。因为白羊12月到1月的一个人际人缘运啊、贵人运啊、团体运是逐步变旺的。12月刚刚开始那一个礼拜，可能还是一个人作业，或者是一个人努力，或者是单线的工作，按部就班的去照一些指示去做事。到了中下旬，就会有一些团体活动的一些参与，跟人的一些接触和互动明显增多了。这也会让你们的工作啊，或者是财富变得热闹起来，线上线下都有可能啊。你们势必是会要更面面俱到的考虑到更多人的一些要求啦、标准啦，或者是要跟别人去互动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白羊，你个人的盈利得失或者是荣辱，它跟你个人的一些努力没有什么太相关，它会跟一些团体有关。也就是说你自己做的好呢，它不算数，它要整个团体好，或者说你在这个团体当中是表现好的才算是好。所以要提醒白羊的是，12月中下旬你不要风头太劲，你可以很出色、很亮眼，但是呢，功劳或者说出场的一个感觉一定是有好几个人一起，或者说大家一帮人一块儿，你别站到 C 位去。如果你是被推到 C 位去了，那白羊你要去提一下别人的劳苦或者是别人的作为，这样做呢会让白羊更顺。那这也意味着，如果白羊所在的圈子周遭整体有不错的这种利
益的增长，那么白羊也容易在12月有收入的一个增加，而且它来的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因为没怎么靠自己，是借他人的力沾他人的光。那如果周遭的一个团体没有明显的变化，你的财也就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所在的团体的人不给力，或者说你没有处理好这一层团体和人际的关系，那么对于白羊的财和事业来说都是有点伤了。比如说你接手别人的事，结果呢接的不是特别好，所以要注意这一点。那爱情和人际方面呢，因为本月白羊的长辈缘、朋友运是很好的，所以很有机会在现实当中接触到新人，或者是被介绍对象，也有可能会遇到自己喜欢的这种纸片人就虚拟世界的。同时有机会受到长辈领导的这种关照认可可能会直接给财给礼也可能是重要客户的这种给予。桃花的类型也是偏年长，或者他也不年长，但是他有比较理性成熟的一面，也可能你感觉两个人挺同频的。另外呢，受到火逆的影响，白羊12月也要注意感情当中有这种救人的纠葛，就救人回来，或者是跟子女宠物这块有关的容易有一些状况需要自己费心。它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你肯定费的心力或者是费的花销要比往常要大，会有一定的消耗性。不过行运看的也是鼓励你们去面对，而不是逃避的。因为木星现在在3宫，日水在9宫，白羊现在在人际情感这块的应对处理上呢，比过去是有更多的方式方法了，所以你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懂吗？你已经变了，因此不用担心会重蹈覆辙，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人或者过去的问题可能会重现，但是白羊你的心态以及你的应对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这次的你是全新的，所以要更信赖自己的一种蜕变。每次行星逆行呢，其实某种意义来说是好事，因为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失控之后还比原来好了。你只有被再次的击到，然后让自己失控之后，看到自己的那一面之后，才会真正意识到 OK， 我真的跟过去 say goodbye 了，我不一样了。所有的白羊经过12月的水逆，一定会感觉到自己跟过往的不同，会感觉到自己的未来真的到了，过去的噩梦不会再来，因为你不会允许它再来。你们这次水星逆行呢，是逆行在你开智开悟的宫位，所以呢，你们会感受到自己在精神力方面跟过去有很大的一些不同，思维格局呢也会比周围很多人可能要高很多。这种成长会把白羊带向跟自己更匹配的一些社交圈人际圈带你去找更对的人，更对的自己。同样呢，美容健康方面呢，很多的白羊12月都会减重或者是增肌成功。另外的话，像心脏睡眠免疫力过敏血脂、血糖、血压等等方面也容易有变化，正负的变化都是有可能的。可能是你发现这些方面有些毛病，也可能是白羊会更用心的护理这些方面，把问题改善。那祝所有的白羊座12月历经更始，除旧布新，好运啦！我是艾拉帆老师，用心理心学引导生活变好，拜拜。